今天我得到2个好消息，一个是我可以把我的肾给我的弟弟，第二个是我可以嫁给王多金，换20万彩礼让我弟弟结婚。我爸说这叫双喜临门。小然，快来，这么多菜都是留给你的。不对劲，10分得有12分的不对劲。以往家里做了肉，吃饭的时候就会指使我去干活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就只剩下弟弟满嘴的油和狗盆里的骨头。曾经我鼓起勇气试着问能不能给我留一块肉，还没张嘴，我爸先抽了我一巴掌。你知道肉多贵吗？我累死累活1天才能买几两肉啊！你是不是想累死我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来，然然，你不是最喜欢吃肥肉吗？快，多吃2块。他说错了，我不喜欢吃肥肉。如果我说爱吃肥肉，才有可能得到一块他们挑剩下的肉。小王啊，我闺女越来越漂亮了吧？到外面20万彩礼抢着要，你得加钱啊！好说好说。以往当他这样高兴的时候，我也会很高兴，因为这意味着他不会突然打我。但是现在，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，那是对亲情的最后一丝期待。叔啊，你女儿不是还要给你儿子捐肾吗？到时候人都不全乎了。行吧行吧，再加5万。什么？换肾？是啊，小然，你弟弟在外面特别努力，身子都熬坏了。你给你弟弟换个肾，然后嫁给小王。小王给25万彩礼呢，有了这笔钱啊，你弟弟的彩礼也能凑齐。这样一来啊，你有了男人，你弟弟也有了媳妇儿。我的任务啊，算是完成喽！快谢谢你，王哥。那就这样说定了，明天上午让我女儿去做捐肾手术，后天你把钱转过来，钱一到账，她就是你的了。放心，我的钱保证准时到位，后天就结婚。您一家可都得来吃喜酒啊！那可不行，我儿子动这么大的手术，肯定得休养个1年半的才行啊！万一没养好身子，落下后遗症怎么办？王哥，能不能先预支10万块啊？我急着往游戏充钱呢。在所谓的亲人之间，我像一件可以随时抛弃的商品，我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：器官捐献、嫁人。只可惜，我不会如他们所愿。真是好一笔干脆利落的生意啊！就是可惜了，我不答应。反了反了！我供你吃供你穿，你就这么报答我的？哎呦，家和万事兴，家和万事兴啊！哎呀，你不听话，我死了算了。姐，小时候就算是一根笔，那都是我用剩下给你的。多少回了？我说什么了吗？我说什么了吗？你拿了我那么多东西，我就要你1次东西你都不给我。以前东西用完，我就应该拿去喂狗。我已经全部录音了，现在只要我摁一下手机就可以报警。你们大可以把这些话跟警察去讲。仅凭这些言论，就算报了警，也无法给他们定罪，只能保证我安全离开。如果要对他们动手，就得一次处理干净。你一个女的要2个肾干什么？他可是你的亲弟弟啊！你难道就看着你的亲弟弟受苦吗？早知道你这么不孝，我就不应该花钱供你上学。我上学的时候，奖学金一笔笔的往家里打，我早就不欠了。小然啊，妈求你了，你就听一次话吧，妈给你跪下成吗？那可是你弟弟啊，你不能这么狠心。你还不赶紧答应？你真的要看咱妈给你跪下吗？我懒得跟你们讲道理，你们不配听。我知道这里早就不是我的家，只不过我以前一直不死心，而现在收拾完东西我就该走了。我设计大赛的奖杯奖牌呢？几个破奖杯而已。你弟弟当初欠了些网贷，给你要钱又不给，只能给你的奖杯卖了。哼，你那些破烂只有4个是纯金，差点不够还你弟弟的网贷，连点零花钱都没跟弟弟备下。这里是我的房子，你住我的吃我的，就得听我的话。明天去换肾，后天嫁人。那是我视之如同生命的奖杯，想不到就这样被他们贱卖了。我曾经的荣耀，曾经的骄傲，在这个丑陋的家庭里面显得那么的不值钱。今天我终于踏出了这个家的大门，但我跟许家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离开家以后，我四处投简历，第2天就得到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邀请。这些是我获得过的设计奖项，已经按照规模分类了。这一沓是国际奖项，
剩下的分别是全国奖项和省级奖项，省级以下奖项就忽略好了。这么一路大神，居然来我这个小公司了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留住他。请您一定要加入我的公司。就这样，我的新生活开始了。近期超然服饰推出一款新品，一经推出立刻引爆市场。新人设计师许然吸引了业界目光，许然再次拿出数十件爆款，设计界迎来过江猛龙。这是我们服装的总设计师许然，他不但是个天才，还是我们的福星。爸妈，你们快来看，我姐她赚到钱了！什么？这个赔钱货赚了这么多钱，居然1分钱都没有打回来！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他先出生抢了咱们宝贝儿子的运气，所以才赚了这么多钱。怎么办啊？我姐赚到钱就不会回来了，我的肾还在她身上呢。不能让那个赔钱货再鬼混了，赚再多钱不给咱们花有什么用？对，找他去，找个人多的时间，我给他下跪，亲妈下跪，我看他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今天他必须回来换肾，再去结婚赚彩礼。小然，在外面上班多辛苦啊！你赶紧把工作辞了吧，到时候留在家里给我洗衣做饭，生孩子就行，享清福。我料到他们会来找我麻烦，但实在想不到王多金居然如此自恋。就在我愣神的时候，我的同事先坐不住了。就你，给我们设计魔王提鞋都不配，怎么敢说这种话的？就是，我警告你，不会说话就闭嘴。毕竟在我加入这家公司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公司体量已经翻了几倍，所有职员的工资最少也翻了1倍，将来只会更多。我是这家公司真正的财神爷，而时刻盯着我，想要挖走我的公司更是数不胜数。你刚才的话我已经录下来了，如果你继续骚扰我，就把这些话跟警察去说吧。小然啊，你就听一回话吧，妈没办法了呀。你要是不跟妈走，妈就不活了，不活了。不孝女啊！你妈都跪下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还不赶紧跟我们走！大家都评评理，她赚了钱，连老公都不要了。我看起来是瞎吗？从长相看，你就不能是徐姐老公啊？我本来以为我很拜金的，但看了你的长相，我发现我也没有那么拜金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应该指责这个不孝女啊！你们怎么在给她说话？徐国栋，你不清楚你做的事情。你们好好看看这个不孝女，他妈都跪下了还不听话，居然还想让我跪下！你们倒是骂她呀！就是，许然，百善孝为先，没有爸妈的认可，你做的再好也是个不孝女。这2个月我们和徐姐朝夕相处，徐姐是什么人，我们还不清楚吗？就是，徐姐这么做肯定有她的道理。同事们一人一句，把许家人喷得头都抬不起来。可笑，虎入深林，潜龙入渊，他们至今还想控制我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小浩啊，妈都哭饿了，你去给妈买份饭呗。你还好意思要我伺候你？要不是你们没钱，我现在就是富二代，还至于在这里被这么多人嘲笑吗？我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，都必须把他给我弄回来，给我换肾。自从上次赶走许家一行人以后，我又安生了2个月。随后有一堂综艺节目给我发来了邀请，这种事情当然要去体验一下。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居然又是许家的手段。原来如此，用这种方式拉起舆论压力吗？真是有理找警察，没理找记者。欢迎来到世界梦想秀，我是主持人周波。今天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母亲的梦想是什么。我的梦想是，我那个不孝女儿有一天可以回心转意，回到我的身边。王桂芬展示了那天她在公司门口向我下跪的画面，顿时全场一片哗然。天哪，这好过分！是啊，好歹是自己的父母，怎么能这样？我觉得还是别太早下定论，现在反转的事情太多了。想必女儿要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，对吧？是的，因为以前条件不好，我们给不了女儿好的生活，所以在王桂芬的描述下，我俨然成了一个没有享受到锦衣玉食，埋怨他们没让自己当成富二代，所以才如此绝情的人。
那个时候就是条件不好啊，但是条件再不好，父母也给了我们生命啊。就是埋怨父母不是富豪，那根本就是自己不敢去拼搏而已。用这种方式让观众先入为主的认为我是贪得无厌，外加啃老不成，所以才恼羞成怒。真是老套却又好用的手段。现在许然就在休息室，我们请许然上台，看能不能解开双方的心结。随着我走上舞台，指责声铺天盖地而来。许然是那个最近出名的设计师，想不到他居然是这样的人。亏我还一直买他设计的东西，如果他今天不道歉，我就再也不买他的东西了。丧门星，赶紧低头认错，老老实实按我们说的来。敢不听话，我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许然小姐，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，他必须要孝顺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然。有什么话，我们可以听完这部录音再说。许然小姐，请你把手机交上来，我们是不会播放你的录音的，因为你说的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得孝顺。这个周波他绝对知道真相，他就是在享受利用道德将别人打入深渊的过程。所以，节目允许他们空口白牙胡说八道，却不许我播放证据吗？不是不允许，而是不重要。你今天来到这里，你的同事们都在看着你，你想让他们看到什么？看到你的冷漠和无情，连父母都不认识吗？你是想让你的同事们看到你的大爱、你的宽容，还是你的纠结和狭隘呢？所有的错不都在我身上吗？怎么这会儿成了要我宽容？你不觉得这前后矛盾吗？还是说，你知道些什么？行了，不用说了，我已经把录音发到了我的社交账号上了，所有观众都自行查看吧。小王啊，你看我闺女越来越漂亮了是吧？这到外面20万彩礼还不抢着有人要，你得加钱啊！那就这样说定了，明天上午让我女儿去做捐肾手术，后天你把钱转过来，钱一到账，她就是你的了。天哪！周波老师，您应该也有孩子吧？不知道您平时是怎么对待孩子的？这是我的私事，用不着你管。我的意思是，或许你确实遭遇了一些不公，但这就是生活，他们也终究是你的父母。周波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会场响起了煽情的音乐，有一些观众还抹起了眼泪，仿佛周波说的真的是什么很感人的话一样。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要遭遇不公的，不是你就是别人。看看你的弟弟，你的弟弟这个样子，生活已经很不方便，你真的还忍心让他遭受不公吗？家里所有的好东西向来先归他，再加上好吃懒做，才导致现在一事无成。现在身体成这样，这不是他自找的吗？他都已经染黄毛了，社会要是还不歧视他，那他岂不是白染了？你再看看你的父母，他们已经……要不是我从小到大的奖学金，他们早就饿死了，该由他们报答我的养育之恩才对。这家人怎么这样？就是的，感觉情况不简单呀。这个小娘皮怎么这么难搞？我可是知名主持人，她居然一点都不配合。你看，你现在纠结的依然是你的父母当初不爱你，这说明你还是渴望得到爱的。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你的父母是爱你，只不过大爱无声，你没有感觉到而已。所以把你的爱给你的父母。你要知道，人生是流动的，你总有面对你父母的时候，他们终究是你的父母。当有一天你在湖边碰到你的弟弟，挽着你的父母，挽着他们走过来，你说这些到底是想干嘛？我只看到了道德绑架、原生家庭压迫他还不够，你也要掺和进来是吗？
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仗着自己的知名度，以压迫弱势群体为乐。我说怎么一直感觉周波不对劲儿，现在想想看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做的。对呀，我说似曾相识呢。以前有个被遗弃的女博士，就在周波的道德压迫之下和亲生父母相认了，跟今天简直太像了。我记得后来那个女博士被亲生父母要求买车买房来着，还好今天结局不一样，不然这位设计师可就惨了。抵制周波，我不看了，退钱！以后但凡是邀请了周波主持的节目，我都不看了。够了！这群不孝的家伙，我只是想让世界多一份爱，我有什么错？对了，看这家伙的反应，他搞不好也是虐待孩子的家长，咱们举报他，滚下去，以后不准在电视上出现。退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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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着观众们的反抗，周波狼狈地下了台，节目组也当场宣布和周波解除一切合作。若不如此，这个节目恐怕要当场暴毙了。我管不了别人，现在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了吗？爸，我刚才搜索了一下，我姐的设计稿非常值钱啊，一张少说10万。她的卧室里有好多的设计稿，我姐不往家打钱，咱们自己搞钱。会不会被抓去坐牢啊？咱们拿我姐没发表的设计稿不就好了？到时候咱们先发表，版权就是咱们的。咱们发过的稿子，我姐要是再敢发，那就是她侵权。到时候咱们就告她，让她狠狠赔一大笔钱。儿啊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放心吧妈，我姐用的账号密码向来都是同一个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哈哈，还不少呢，一张就是10万啊！我发财了！哼，他是我养大的，钱就该归我。从小吃我的喝我的把他养大，现在觉得自己出息了，就想跟我一刀两断，不可能。小浩，就像你说的那个什么，咱们告他抄袭，叫他在外面混不下去，让他知道他我许国栋的女儿这辈子都别想跑掉。喂，是辉煌服饰吗？我这里有设计图要卖。先生，我们公司并没有对外征集设计图，也没有任何购买设计图的打算。如果您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哼，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，我手里可是许然的设计稿，赶紧给我去叫你们老板。啊，许然的设计稿，请您稍等，我立刻去找我们老板。先生手里的是许然的设计稿吗？是正道来的吗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要不要吧？我懂了，这样的话，我额外给你30万，你再帮我做一件事。30万，老板你说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给你一份病图，你把它放进许然的设计软件里，我会教你怎么做的。这样一来，我就随时可以摧毁许然的磁盘，让他失去一切证据，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要彻底毁掉。徐姐，大事不好了！您近期交付的设计稿被辉煌服饰指曾抄袭。这不可能，我的设计别说抄袭，甚至没有借鉴过任何服饰，不可能存在抄袭争议。但是前一段时间，辉煌服饰真的在极小范围内出产了一套水平极高的服饰，跟您最近交付的图纸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我司近期服饰都是由新入职设计师许浩所设计。在离家出走之时，许浩曾丢失过大量的设计存稿。这不太可能吧？那可是设计魔王啊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们这些庸人就是喜欢造神，有没有干设计的？出来说说，这可能吗？像这种级别的作品，灵感、运气、实力缺一不可，最少也需要半年时间。如果是盗窃了别人的存稿，那就说得通了。别人的东西当然可劲甩了，尽快变现跑路。徐姐，辉煌公司和你弟弟带着记者堵到了公司门口，要您给出解释。别担心，我电脑里有设计的全流程记录，足以证明是他们在抄袭，不，盗窃。钱永昌说是许浩给的设计图，那看来是许浩猜出了我的密码，然后登录了我的账号，盗窃了图纸。但是，就算他们删掉了我账号上的文件，我的电脑也可以使用技术手段恢复信息。这些证据足够证明谁才是设计者。许然，辉煌公司的指责是真的吗？你手中的设计稿是否盗窃自你弟弟的？许然，你是抱有什么样的想法盗窃你弟弟存稿的呢？许浩呢？敢带人来不敢见我吗？姐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只要你认错，然后停止盗窃行为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你就认个错吧，妈知道你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所以才偷了你弟弟的东西。妈跟你弟弟说过了，不用你赔钱，只要你认错就行。回来吧，只要你在妈身边，妈不会生气的。师傅，事情真相好像还没出来呢，
怎么写啊？还用我教你吗？先写许然道歉，吃一波流量。如果最后是许浩道歉，咱们就再吃一波流量。震惊！设计魔王许然所有设计稿竟都是盗窃得来。天哪，居然真的是这样！这不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爆的那个设计魔王吗？他居然是靠这样火的吗？新时代的造神毁神真是迅速无比啊！你们快看，上百万粉丝的权威媒体啊，这下实锤了，这个许然就是盗窃。我本来很崇拜这个许然的，结果他居然是个盗窃狗吗？还是盗窃自己亲弟弟的？这么大的权威媒体都发了新闻，肯定是真的。我的电脑里有我设计的全过程，就算你们登录账号，也无法删除硬件里的内容。这些证据足够证明谁才是这些稿件的设计者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磁盘怎么突然清空了？怎么了？设计魔王，你听的证据呢？拿出来呀！小然，你快别闹了，外面不比家里，你赶紧跟我回家吧。对不起大家了，我这就带他。许然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丢人现眼，还不赶紧跟我走！真是的，少丢人现眼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哎，还是这一家人讲情面啊！不是，这家人也太大度了吧？这么看来，那次节目上许然放的录音，等等，我还有办法能证明。许浩，你无权宣判我是否有罪，但既然你说这些服装是你设计，那你不妨现场设计一套服装如何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办法呢。接下来数学甚至我再也画不出来设计图，这都是正常的事情。你居然说现场设计，可见你根本就不懂设计。那如果我现场设计出来了呢？许然所有的存稿都已经被我抢先发布，他甚至连设计到一半的图纸都没有，也就是说，他必须真的现场从头设计，这对任何设计师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按理说这是必胜的赌局，可以接，但我面前的是设计魔王许然啊！那样的话，肯定是你背下了许浩大师的存稿。对，肯定是这样。这种等级的设计稿，就算真的有实力，也不可能当场设计出来吧？还是许浩的说法更现实一些啊？震惊！设计魔王背下他人存稿，扬言当众设计，厚颜无耻。那如果我拿出远超之前所有设计稿的稿件呢？这不可能！许然的设计领先时代100年，他已经是空中楼阁，他不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。许然是不是受刺激太大疯了？居然夸下如此海口！现场设计出远超之前所有作品的稿件，许然这是走投无路，在放飞自我吧？设计魔王许然扬言整个设计界都是废物，他将踏碎整个设计界，包括从前的自己。答应他又怎样？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。许然是在亲手将自己送进地狱之中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能做到，我愿赌服输，我愿赌服输，转头就走。你的事情自然由警察负责，我没有跟你对赌，我是在向全世界展示什么叫无敌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一张全新的设计稿在许然手下飞速成型。他想借着这个机会翻身呢。就是每一笔都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，但整体看来却是浑然天成，仿佛一切本该如此。是啊，每一笔画完都让人产生为何自己没有想到的感觉。这一场直播简直是现场教学，至少能让整个设计界的水平提升50年。天哪，这也是人设计出来的东西吗？这根本就是美的代名词。这不是设计，许然是提取出了美这个概念，最后凝结成了这件衣服。我就知道，许然靠的一定是自己的能力。许浩先生，你还能拿出新的证据吗？许浩，你怎么回应？对于许然小姐现场创作的绝世之作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您是否准备现场设计，回应设计魔王许然的挑战？由于我的证据已经被完全销毁，警察并没能第一时间做出判决，进行了相关记录以后便结束了。接下来只能等待警察的进一步调查。
但实力足以证明一切。社会面上的谣言已经被彻底破除，辉煌服饰被人人唾弃，原地破产消失。此事之后，许家人总算消停一段时间，我也终于度过了一段悠闲的生活。一转眼年关将至，亲戚们破天荒地给我发来了消息：小然，是二姨呀！你小时候我还给过你一个橘子呢。真是太丢人了！哟，国栋，怎么家里的孩子连橘子都没吃过呢？太可怜了，是吧？多吃点好的。他给了我一片橘子，然后立刻到许国栋面前嘲笑我。那一天我差点被许国栋打死，他嫌我丢脸。我当然记得。小然啊，你奶奶可想你了，今年过年回来吧。好，我立刻准备回老家的事情，但在回家之前，我雇佣了整整30名贴身保镖。我回来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大明星回来了，挣不少钱吧？得请客啊！对呀，得请客。挣这么多可不得请客，今天这桌你付了。对。大家点菜吧，自己想点什么点什么。来，上龙虾，每人1只。茅台呢，整箱搬来。所有人都非常高兴，昂贵的酒菜一个接一个的点，真是其乐融融，家和万事兴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他们再次注意到了我。小然怎么一口都没吃啊？我不饿。小然啊，你在外面赚了大钱，要多想着家里人啊。比如说你堂哥也快结婚了，要买一套市中心房子，现在缺50万周转，你拿出来1个月就还给你。50万够吗？他们家50万就够了。不过你表妹有个项目要100万才能启动，1个月时间还你双倍。然后你表弟想买辆车，周转不过来了，需要100万，也是1个月还你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这点小钱我帮大家处理。亲爱的，我搞到50万，加上我的存款，你之前看的项链可以买了。姐妹们，钱到手了，快给哥哥打榜。这几个老地方我安排。嗨，我能没钱吗？小然啊，你看你都答应了，那是不是把钱转一下？好说，二姨，你把手机给我。还是我侄女有本事，一下子就是50万！50万！这是你的备用金，我帮你取出来了。这不会是网贷吧？对啊，就是网贷。你们不是急用钱吗？那借网贷得还啊！借网贷得还，借我的钱就不用还了是吧？王丽丽的项目不是1个月赚双倍吗？你个白眼狼！别人赚了钱都回馈家乡，你只顾着自己潇洒。问你借点钱，你居然给我网贷！果然女娃就是赔钱货。你爸干得对啊，早该把你抓回来嫁人，上再多学有什么用？什么都带不进家里。表姐，不行啊，我都跟姐妹们说好了，要给哥哥打榜，没有钱的话。表姐，我跟兄弟们都说好了，要是没钱的话，我要被笑话死了。我都跟我女朋友说好了，这个钱你必须给。把钱给我，把钱给我，把钱给我，把钱给我！我今天就好好管教一下你这个白眼狼。随着亲戚们的狗急跳墙，我摔杯为号，在外埋伏的30名保镖立刻控制了全场。岂不闻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？你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这周的饭钱怎么付吧。饭钱？这桌饭钱不是你请客吗？我让你们点菜，可没说要请客。我一个菜也没点，更是连一口白开水都没喝。这一桌少说10来万吧。你们快想想，怎么付钱？许家明，是许家明带头点了那些特别贵的东西，应该让他结账。那好几瓶酒还是你爸打开的，我找你的。听说这钱要他们付，这些个亲戚瞬间撕破了脸皮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吵架的时候，王秀英无意中瞟了我一眼，顿时眼前一亮。小然啊，小时候你还吃过我一片橘子呢。别的事情先不说了，你先把饭钱结了好不好？听到有解决饭钱的机会，所有人顿时安静了下来，却不知那片橘子刚好触碰到了我的怒火。王秀英，你不提这事儿，我都要忘了。把东西抬上来。王秀英，当年我吃了你一片橘子，现在我还你一箱，怎么样？
你就是这么报恩的吗？那个时候你天天恨不得饿死在家里，那橘子可是你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东西，你现在就这么报恩？当然不只是这些，算你有几分良心。我还赠送一步到位服务，来人，喂二姨和堂哥吃橘子。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一箱橘子，王秀英和许佳明每人享用了20多口，肚子撑得溜圆，人都吃成了小黄人。以你们的行事风格，迟早要大难临头。而我今天不准备要你们命，所以小惩大戒，希望你们都能改邪归正。王秀英那份账单我结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听说咱们疗养院神通广大，谁都能送进来。每个人都有精神问题，区别只是有没有发现而已。只要查得够深，任何人都可能是精神病。这可是设计魔王许然啊！我们全家都穿他设计的衣服，你这种人还在乎这个？不，这位客人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可是公众人物，我们全家最爱的设计师，得加钱。好，只要能把我女儿抓进精神病院，我给你50万。那我们先来给你女儿做个精神鉴定，你女儿有没有什么反常现象？比如说不孝顺？对对对，就是不孝。她表现的好像我在害她似的。还有啊，我女儿对结婚不感兴趣，居然还跑了。这是典型的婚恋扭曲啊！我可以断定你女儿大脑的前叶皮层已经病变，所以我院配备先进的电疗设备，保证可以迅速恢复你女儿的脑区。2位只要在这里签字，存款自然由2位代为保管，保证还你一个孝顺的女儿。这年头养个女儿还不如外人对我们好哟，50万1分不会少。谢谢故人救我女儿啊！你简直是我女儿的再生父母啊！谢谢。精神病人许然，走吧，该入院疗养。你们找错人了吧？我没有精神病。精神病都说自己没得病，看好了，这是你的精神鉴定。我没有想到这些所谓的家人已经丧心病狂到了这种地步，居然要把我送进去精神病院。是我爸叫你们来的，他给你们多少？我出双倍。我知道，一旦进去的话，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给同事发了一串乱码，希望同事能看出我的隐喻，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了。许然小姐，你是自己上车，还是我们抓你上车？院长，那个许然说给咱们双倍好处，怎么办？给他用一些药，把他搞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。徐姐刚才给我发了一条乱码短信。众人经过一番猜疑寻找，发现联系不到我，众人匆忙将消息汇报给了老板。立刻报警！所有人工作暂停，都给我去查！如今整个超然服饰可以说全依赖我一人，失去我，超然服饰必将原地破产。许然，吃药了。张嘴。老板，有消息了，有人看到许然被青山精神疗养院抓走了。备车，所有人都跟我走，没了我们的财神爷，公司不用干了。把许然放出来！把许然放出来！把许然放出来！不好了，院长，那个许然的同事现在就堵在咱们疗养院门口。慌什么？我们手续齐全，这个人他们带不走，只要拖延半个月，这个许然就是货真价实的精神病。看好了，手续齐全，今天谁也带不走许然。要是闹得急了，就让他探视一下，反正许然也吃过药了。那我要探视，这总可以吧？行吧。
长话短说，你得救我出去。你现在去安保公司代替人手，然后再来这里闹，把舆论掀起来。等舆论闹起来，直接攻打精神病院，动作要快。他们再给我下药。我伸手将藏下的药片递给程大江。喂，安保公司吗？我需要人手，越多越好。老婆，你可真不乖，院长给我看监控了，你根本没吃药吧？老婆，你知道我想你想的有多苦吗？我1秒钟也不能等了。坐下慢慢说。院长说本来准备循序渐进的，但你传出了消息，只能给你上猛药了。这一针下去，你会变成白痴。但是老婆，你别怕，就算你变成白痴，我也不会嫌弃你的。你可是我花了25万买来的女人啊！王多金本想趁着我在精神病院对我图谋不轨，可他怎么也想不到，窗外传来了一声惨叫，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青山疗养院伪造精神证明，非法拘禁正常人，同时折磨虐待。我现在要营救里面的人质，证据呢？你们的证据呢？当然是在疗养院里。想动我的财神爷，就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，动手，任何后果我来承担。我手续齐全，你们为什么要闯进来？你们应该去收集证据，来回折腾几个月，然后带着合法文件来找我提人。瞎哆嗦什么呢？给我打！只要不打死就行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已经调取了医院所有的监控和车辆的监控，你就等着吃牢饭。老婆，你下手可真狠呐！等你变成了白痴，老子一定狠狠疼爱你。这些人都是哪来的？我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老婆，我是来救你出去的，对，我是来救你出去的。控制起来，一会儿移交警察。警察很快赶到，接收了所有证据和罪犯。王多金当场跟着进了局子，许国栋进局子也只是时间问题，他们完蛋了。顾人已经被警察抓走，许国敦和王桂芳作为买凶者被抓也是迟早的事儿，他们必然会狗急跳墙，我得早做打算。为了防止许家人都反扑，我特意询问了律师，并准备好在精神病院的证据，现在只等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了。疗养院的诊断单上可是签了我的名字，顾人肯定会把我供出来，我要坐牢了，全完了。当家的，你就安心去坐牢吧，我肯定把儿子。王桂芬话还没说完，许国栋顿时暴怒无比。好啊，你个贱女人，你就盼着我坐牢去是吧？我打死你！没本事的就会朝我撒火，跟着你我就没过一天好日子。就在许国栋和王桂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许浩叫住了两人。别打了！你们听我说。爸妈，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。我们可以出国去啊！到了国外，我爸不用坐牢了，只要有钱，在外国换肾也很简单。外面医疗可比国内好得多。可咱们哪来的钱？咱们那个不孝女不就有钱的很吗？她那条命都是我给的，这辈子就该服我的管。我只是要她一个肾，然后要她嫁人而已。她居然把咱们家弄成这样！现在我不要她的肾，甚至不要她嫁人了，只拿她点钱，总是天经地义的吧？不如我们现在去。我姐要是不在家，就拿她值钱的东西；要是在家的话，咱就直接绑了她。他要是识相，就把所有钱都乖乖拿出来；要是不识相，他要是不识相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是当爹的，教训自己的女儿，
拿回自己的钱那是天经地义。我是你老子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我把你养这么大，我容易吗？我就这样，许国栋和许浩趁着月光快速进入我居住的小区。他们可能想不到的是，此时我正在酒店里面，通过藏在角落里的监控，看着我屋子里面发生的一切。这次该是最后一场了吧，也该到了结的时候了。这段时间挺有意思的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爸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？这个不孝女到底把钱都弄哪儿去了？这么有钱，家里连点奢侈品都没有。给她发消息，要是她识相，就自己把钱拿出来。听着他们两个的言论，我放下了准备拨打报警电话的手机。奢侈品啊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既然你想要，那就给你加点涉案金额好。您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？这个，还有这个。除了这些，剩下全都给我打包，我只要贵的，不要对的。好的，您稍等。离开商场回到家后，我特意将奢侈品放在家里显眼的地方，随后立刻发了一条朋友圈。鱼饵我已经备好了，剩下的就是等待鱼儿上钩了。爸，你快看我姐的朋友圈，我姐新买了价值300多万的奢侈品，都放在她家里。哈哈，她肯定是看到消息了，这些东西买来就是专门孝敬我的，算这个小贱人有点孝心。她要是跪下求我，我也能重新认她当女儿。爸，我们快出发，今天就把咱们的钱拿回来，不然警察要把你抓走了，我的病也不能再拖了。对，咱们现在就去。果然，在我的策划下，两人确定完消息，迫不及待地重新出发，直奔我家。居然一天都等不了吗？同志你好，我家正在遭受入室盗窃，我要报警。爸，这下可是发财了呀！这些年的恩恩怨怨都要结束了。蹲下，不许动！警察接到报警电话后，立刻出动，将许氏父子抓了个人赃并获。警察同志，我没偷，那是我女儿家，我是她爹，我女儿的东西不就是我的东西吗？我在车上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赶紧放了我！我也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把你这些早该肃清的思想收起来。你涉嫌入室盗窃，涉案财物高达300万，可以判你10年。这不可能！你最好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从实招来。你个贱人，不就拿你的东西吗？你报警干什么？当着面侮辱受害者，你毫无认罪悔罪态度，给我坐下！乖女儿，你快告诉警察，这都是误会，我回去还有事儿呢。是急着去其他国家躲避抓捕吗？警察同志，我举报许国栋曾参与青山疗养院的犯罪过程，并且他已经是第2次入室盗窃了，数罪并罚，刑期应该在15年左右。你这个疯子！我是你爸，你不忠不孝，赚再多的钱也是个废物。看吧，毫无认罪悔罪态度，请您记录下来，让法官酌情重判。你这个贱人！你怎么能这么做？那是你爸和你弟弟，那是咱们许家的希望啊！你是要咱们许家断子绝孙吗？你们的血脉还是不要延续下去了，污染人类基因库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男娃娃能传宗接代，这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儿。为了老许家传宗接代，让你拿个肾和嫁人你都不肯，你还算什么女人？现在你还要把你爸和你弟弟送进监狱去？你开支晚，妈不怪你。你要还认我们这几个亲人，你赶紧把你爸和你弟放了。王贵芬，你听好，这叫愿赌服输。你们几次3番对我下手，最后你们输了。
落到这个下场，这很公平。我没有赶尽杀绝的习惯，你从今以后消停点，我不会对你动手。犯人晕倒了。在审讯的时候，许浩的肾衰竭发作，原地晕倒，警局立刻组织警力带他前往医院抢救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我要让大家都看看。大家好，我是许然的母亲。我以前是做了不好的事儿，但那都是为了孩子啊！我儿子许然的亲弟弟得了肾衰竭，眼看就要死了，许然1分钱都不拿出来，都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能看着其中一个病死在床上呢？这番言论加上病危通知书和王贵芬的演技，顿时打动了一批网友。确实是有点冷血了。对许然来说，这点钱又不多，手指缝里漏下来一点都够了。是啊，要是换了我肯定帮忙。喂，他们不只要许然的钱，还要肾啊！你们究竟有没有听当初的录音啊？就昨晚，他弟眼看着要死了，我不能看着我一个孩子病死啊！孩子他爹就带着孩子去找了许然，想求点救命钱，结果许然居然报警，把他爸抓进去了。天哪，这也太狠心了，这已经到绝情的地步了吧？这是天才的代价吗？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啊！你们快别说他了，要不是走投无路，我怎么会说自己女儿的坏话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病死啊，只能上网求大家的帮助。我倒要看看许然有多大的本事，能把我怎么样？许然，你个狼心狗肺！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，不过大家真的不要说许然了，我是他妈妈，看到许然被议论我也难受，而且许然真的会迁怒于大家的。过年的时候，许然带了一帮人，专门回老家欺负了一群亲戚，还给他二婶一家往嘴里强塞了上百个橘子。所以说，大家真的不要再骂许然了。许然，你看你还是人吗？你妈都快被你逼死了，还在维护你。许然姐，我觉得你得给阿姨道个歉。该死的白眼狼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有了大家的打赏，就算许然1分钱也不给，我儿子也有救了。什么？许然不出钱？不对呀，许然必须出钱。这么道德败坏的人设计出来的衣服，我可不敢穿。我的乖女儿，快把钱拿出来吧，不然你就完蛋了。等拿到钱，我就带着儿子到国外去，到时候我还有网红账号，下半辈子不愁了。这钱我1分也不会出。还不给钱，你完蛋了！你那些证据都没用了，无论是录音还是入室盗窃的监控，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头无路才做的，没有人会怪罪我。我刚刚在账号上发了一份文件，其中包括我自记事以来在许家遭受的虐待，还有许家人在不同账号上发表的有关于我的言论。天哪！早餐5元，午餐15元，卧室租金每月400，许然在家都要花钱吗？还有许然在学校里被人霸凌，他家长来了以后反而辱骂殴打许然，并向霸凌者道歉。这些都是他伪造的。小然，你真是太让我伤心了。你不想给钱，妈又不会强迫你，但是你伪造证据来诬陷咱们全家，这实在太令人伤心了。请问许然小姐，您提供的这份文件如何保证真实性呢？许然小姐，就算这份文件是真的，你能坦然面对弟弟病逝吗？震惊！到底是许然良心沦丧，还是许家道德全无？接下来我会以虐待罪起诉，相关文件会移交警察，警察会验证真实性。小然啊，咱们家务事就自己解决嘛，不要老是报警啊！这么欺负女儿了，长大了还敢来要钱，哪有这样做父母的？太不要脸了！我呸！这要是我也是1分钱都不可能给他们。等等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之前那些事儿岂不是想要许然的命？这死老太婆敢耍我，那这些天一连串的事儿，许然差点被他们整死啊！你们反应也太大了，要我说这肯定是许然父母特有的培养方式。楼上的过来，我好好培养培养你。结束了，这次彻底结束了。许浩终究没能抢救回来。王桂芳也被带走调查虐待案，许国栋、钱永昌故人也随着调查陆续判决入狱。以往的生活这次是彻底结束了，或许我将来会有新的对手吧。管他呢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